欢迎收看梅子说。伟大的科学家兼神学家牛顿曾经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牛顿的话可不可信？2060年的时候，人类是否还存在？我们在老高的视频里看到有好几个日本的未来人回到现在，回答了很多网友的提问。难道只有日本的未来人才能穿越回来吗？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从未来穿越回来报信儿的？还真有。今天我给您讲一个中国人从2060年穿越回来的事情。2019年6月22号。一名名叫 KFK 的网友自称来自2060年，突然在豆瓣上火起来了。他在豆瓣上回答了100多个网友的问题。他说，未来的科技发展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2048年以前，旅行仍然是靠飞机与磁悬浮列车。2048年是世界一个巨大的分水岭。2048年以后，社会主义将不再存在了，朝鲜、古巴都会变成资本主义。有网友就问他，中国什么时候会变成资本主义呢？他的回答是，1978年以后，中国就已经是资本主义了。这个回答有点意思啊。还有网友问他，你在2060年买得起房子吗？他回答说，在2060年，房屋不是贵重物资。房子都是打印出来的，成本非常低，不值钱。他还说，2020到2030年这10年是地球人最幸福的10年，以后人类会更加焦虑，因为饥荒、地震、战争非常频繁。在2049年的时候，有一部智慧卡剧。什么是智慧卡剧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网络热播剧名字叫做2019。是一部怀旧片，在全球热播。他还说，2060年沪深的上证指数还没到2万点，看来炒股的人在未来几十年里都赚不到太多的钱。他还说，美国仍然存在，依然是世界上第1强国，南极也还在，人类依然不能去火星旅行，但是卫星呢可以抵达火星并环绕火星4周。有一家美国的巨型公司开发了可以体验火星上见闻的智慧视角工程。这个智慧视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虚拟现实体验 VR， 但智慧视角工程呢更为身临其境。这样看起来，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可能不会成功。那么这个以后呢，结婚率会越来越低，以后只有部分中东地区还保持婚姻这种社会形式。地球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到2060年的时候会减少到53亿。第3次世界大战会在2048年以前发生，核武器将会被使用，牵扯到全球的2个世界文明。地点呢是在3个大洲的交界处，澳大利亚会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在老高的视频里也讲到，未来的这个日本的未来人也是说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有想润出来的朋友，赶紧直接移民到澳大利亚会比较方便一点。2060年的时候没有纸币了，一切的财富都将数字化，也没有书了，纸呢将成为奢侈品。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也不用未来人呢告诉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未来人还提到，移动通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什么呢？以后呢会有，咱们现在是有5G 以后会有6G、7G。那么7G 以后呢就不再以 G 来命名了，因为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层，时间呢是2048年以后。那么2048年以后，可能网速就是非常非常快了那就不叫G了。那至于叫什么名字，这个未来人没有说2060年的公共交通是免费的，日常比较昂贵的消费品呢是水果、牛奶，只有富有的人可以吃。
那房子呢是最便宜的，房子是极速工具建造。这个极速工具是什么还不大明白啊。如果说是3D 打印机的话呢，那也不是极速工具啊。但是这个概念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房子呢是极速工具制造的，那么除非特别富有的人会指定用木头作为材质来建造房子，那么那个木头房子就是很贵的了，一般人都可以申请建造自己的房屋，成本都非常低廉，就是直接打印出来。2030年以后的新兴行业会是人工智能与跨行业者的结合，就是精通人工智能开发与编程的各个行业。另外，游戏业呢，从2035年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至于是什么阶段，这里没有详说啊。由于气候的变化，离尼泊尔近的地方将不再有人类居住，海平面的升高会导致很多沿海城市消失。说到这一点呢，建议现在打算去海边买房子的人要多想一想，别一觉醒来自己已经葬身鱼腹就麻烦了。这个未来人还说2048年以后，中国最宜居的地方呢是贵州，那个时候就不是深圳的房子最贵了，那个时候是贵州的房子最贵。2048年以后，很多人会选择机器人作为伴侣，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定制机器人。我想这一点对于宅男来说是刚需啊！以后既不要给女方彩礼钱了，而且还可以定制一个绝代佳人，比如说我要定制一个玛丽莲梦露或者是这个苍井老师那样的机器人都可以，而且呢还没脾气，又会干活，也不要去哄他。那谁不乐意啊？是不是？未来人还说了，以后保姆这个行业会消失，没有人会做保姆了，全部都被机器人取代。我想做保姆这个活确实是很累而且就是说，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重复劳动，被机器人取代的话呢，我觉得是更为理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2038年起，机器人就可以广泛的应用了，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就是说每个人家里都可以有一个机器人帮你做饭打扫卫生然后还可以帮你就是陪你聊天当你的伴侣这个确实又不用吃饭，不用花钱，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维护的费用，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是人吃人的话，那人吃马嚼的一天那得花多少钱呢？所以用机器人确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呢非常便宜，又实用，而且呢又没脾气，这个是最好的。全球第一大品牌苹果在2030年代就衰败了，看来买了苹果股票的人要在2030年以前抛掉才行房屋打印公司、交互游戏公司、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是2040到2050年代的3大巨头。以后癌症大部分都会被被克服，但是超级细菌无法克服。2050年代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灾害。2048年以后，人类会从追求物质转向于追求意识形态。人在精神深处有一个更深的官能，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联合的。这是人类的第2次进步，但发生在第3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呢，发生在3大洲的交界处，会在2048年结束。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俄乌战争可能不会发展成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大战最多不可能打超过10年吧。那么现在是2023年呢，就是说如果到2048年结束还有15年，所以应该是俄乌战争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争，不会发展成第3次世界大战。语言的障碍会在2035年以后完全清除，这个可能是就是比如说现在马斯克他发明了这个人机对接，可能到时候就是在你的脑子里植入一块芯片，或者是就输入一个电磁波之类的就像那个武打小说里面
给你发一掌这个内功，然后你就完全一下子你就懂英语了，懂阿拉伯语了，就是说什么语言你都听得懂，那就根本不要现在我们这样去学，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第二语言，确实太费劲了哈。2050年之后，人类会解开魔法和其他超自然现象，比如说鬼魂和其他维度空间的秘密。有很多未来人，或者是有一些预言家，或者是有一些神学家都提到，其实啊，咱们居住的这个空间啊，人类只能看到3维，其实这个维度可能是有11维的，就是说，其实鬼魂可能也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们看不见它可能是高维度，比如说7维啊，或者11维度啊，至少是5维空间里。但是他们可以看得见低维度的我们，所以这个到了2050年以后，这个秘密就是维度的秘密将被解开，可能人类也可以穿梭到7维或者11维空间更高维度的空间，然后这个鬼魂和其他的秘密、神的秘密就会被解开。那么有网友问这个未来人说：“2048年是你的回答里提到很多的一个年份，请问那一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吗？”未来人 KFK 的回答是：是的，不仅对中国，2048对全球都很特殊。2020到2030年间将发明智能眼镜植入眼球的技术，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这个技术很好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就是近视镜啊，或者老花镜啊，这个挺麻烦的，换来换去。如果说这种智能的眼镜植入到眼球以后就非常的方便了，也不用戴这个博士伦这种隐形眼镜了，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最后，这一位来自2060年的未来人 KFK 说：“牛顿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但是人类并没有灭亡，只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形态，脱离了物质层面，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形态生存，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灵界，也就是可能是鬼魂生活的这个层面。”好了，这一期的梅子说呢就到这儿了。我的频道每晚8点15分日更，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感谢收看。